这个视频主要是讲一下我们的那个测量标尺、测量光标。我们正常的任何型号的螺头示波器的上位机软件，正常默认的状态是这样子的。这个橙色的这个光标，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你放在任何一点上，它会把你的横坐标、纵坐标的一些信息，然后显示出来。还有一种是做跨度测试的，就是这个井字标尺。比如说像现在我的这个界面，我如果想知道任何的一个跨度，比如说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当然电压也是这样，比如说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我只要拖了以后，它就把这个跨度，这有德尔塔 t， 就是这个时间，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时间差，这个位置到这个德尔塔 a， 就是 A 通道的电压差 ，B 通道的电压差就会显示出来这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光标尺。但是你会发现因为这个红色区域是我们的整个缓冲区白色的，你看白色的这个框是我们当前屏幕显示的在整个缓冲区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这就比较直观了。我现在显示的是这个小白框里面的波形作为整个区域的波形，整个屏幕的这个波形显示区域的波形，你会看到是这样子的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你会发现我们挪动它的时候，这个井字的这个光标测量是一直在屏幕内的它是不跟随着走的。所以我们现在加了个功能，这个视频主要是介绍这个井字光标的锁定功能。你看比如说，当然你在屏幕内去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子，很简单。但是比如说你想测量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毛刺噪声开始的位置到这边这个结束，看我的光标是这个最后结束的这个位置，它们的时间跨度或者是电压跨度你怎么办呢？因为它是已经跨屏幕的，这是1屏、2屏、3屏、4屏、5屏，可能是一个5屏的屏幕，然后你的井字光标一直是在当前屏幕内的你这时候怎么测量？当然有的同学可以说是，那我其实打一个更大的时间档位，对吧？我把整个的这些波形在一屏幕之内就显示完了，那样也可以那你就重新采集，那样也可以。它有一个问题是说，你需要去重新采集，是换个档位重新采集一下，或者是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既想使用这样的这个档位的采样率和时间看它的细节。然后因为我有细节了，我才能决定我从哪儿量到哪儿，然后我又要跨长度、跨屏幕的这种长度去测量，这种是那种办不到的。就是你用大的时间档位，虽然可以在一个屏幕里头看到它的全貌，但是你看不到细节了，你只能不断的放大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去放大。那这边提供了一个锁定方法，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你移到这个位置。我决定从这边开始，这个位置开始量。那这有个锁，一个小锁的，它平时是开的，是没有锁的。我点一下它就锁住了。锁住了以后，我再挪动它就挪动不了，就不像这样子去挪动光标了。就是它跟波形是锁在一起的，看见没？这是鼠标拖拽当然你可以用键盘的左右箭头，我现在演示的是左右箭头。你看它基本上锁在-2916微秒。这个位置，当然它因为像素的误差它有可能会稍微偏一点，调整一点，但是这个一般不会大，这个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你也可以拖动这个位置，拖动它。几种移动方法，一种是鼠标这样来回拖波形一种是鼠标的键盘上的左右箭头，还有是拖滑动条。你会发现，我就锁定了以后。这边看多了一根白线这个我回头会改成绿的，跟这个颜色是对应的。这个就是你的光标的位置，就是你锁定的那根光标的位置。它移出屏幕了，在屏幕那边它就会在这显示一个图标而已，就没有那个光标了。我们把它移进屏幕，你就看到它还锁在-2916的这个位置。然后你把这根起始位置的光标锁定了，然后你就可以拖到你下一个想要测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位置比如说到这儿，我就放在这儿这时候德尔塔 t 就算出当前光标跟你上次锁定的这根光标之间的德尔塔。
啊，这样子就直接就算出来了。你挪到这个光标才出来。好，你要解锁就再点一下它，它就解锁了，它就可以自由活动了。